最近 Codex 很火，很多人在用，也很多人在讨论它到底能帮我做什么。我应该用 App 还是用命令行？它是在本地改文件，还是在云端跑任务？它有哪些 skill 或者插件可以使用？说到底，它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我的工作流？但 Codex 不是孤立出现的 ，Cloud Code、OpenClaw、Hermes Agents 这些工具都在把 AI 从聊天框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里。问题是，工具越来越多，我们到底该怎么学？所以这期不是比较哪个工具更强，我想借 Codex 这个样本，总结一套通用的 Agent 的工作流。看懂这套方法以后，遇到任何 Agent 的工具，我们都可以快速复用掌握。为什么拿 Codex 来讲？因为它的生态足够完整，且对普通用户友好。它有不同入口，有本地和云端多种环境，有比较完整的上下文机制，有清晰的权限边界，也有直观可见、可检查的交付结果。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点功能，而是一套比较完整的 Agent 的工作流样本。这套工作流我会拆解成5个问题：第一，从哪里发起任务，这是入口；第二，在哪里干活，这是执行环境；第三，凭什么做对，这是上下文；第四，有什么边界，这是权限；第五，最后交付什么成果。接下来我就会用这5个问题重新理解 Codex。刚才我们提到的5个问题，其实就是一套5层核心工作流。入口是我们从哪里发起任务，比如 App、CLI、IDE 插件、Cloud、手机端。执行环境是 Codex 在哪里真正工作，比如本地环境、隔离工作区、云端环境、远程主机。上下文是它可以看到什么，凭什么做对，比如项目文件、终端、浏览器、Agent Skills、MCP。权限边界是它能做到哪一步，比如沙箱、审批、联网限制、受保护路径。交付结果是最后留下什么可以检查的东西，比如页面、说明文档、改动对比、提交记录、合并请求。这里先说明一下，这套5层框架不是 Codex 的官方分类，也不是讲 Agent 内部结构、模型、计划、工具、记忆和循环。它更像一套产品落地分析方法。Codex 是这次的样本，5层框架才是真正可以复用的东西。以后我们看 Cloud Code、OpenClaw、Hermes Agent 或者其他 Agent 的产品，也可以先用这5层去拆解，而不是每次都从零追加功能。这里多说一句，大模型不是5层中的某一层，而是 Agent 背后的引擎。模型决定 Agent 脑力，5层框架讲的是这个脑力怎么进入真实工作流，并交付可以检查的结果。为了不让这5层停留在概念层面上，后面我会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贯穿演示，让 Codex 做一个 AI 行业日报单页 MVP。这个例子不大，但它刚好能展示任务从哪里发出，在哪里执行，Codex 看到了什么上下文，受什么边界限制，最后交付什么结果。为了演示完整流程，我先准备一个项目 AI Daily News， 里面有项目需求、今日 AI 资讯素材和 Agent 3个初始文件，现在还没有页面和说明文档。Codex 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目标、素材和规则生成 index 文件，再补一个说明文档。同时，我也会把项目初始化成 Git 仓库，并推送到 GitHub， 方便后面查看文件改动和演示不同执行环境。接下来这一章我会用同一个任务 AI Daily News 把这个链路走一遍，整个思路大概是这样的。横向来看，这就是5层：入口、执行环境、上下文、权限边界、交付结果。纵向来看，每一层我都会先讲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再回到 Codex 里看对应的实际画面。等这5层都看完之后，我们再让 Codex 真正执行一次任务，最后用结果来验收。第一层是入口，简单来说就是我从哪里发起任务给 Codex。同一个项目，我们可以从 App 进去，也可以从 CLI、IDE 插件、Cloud 或者手机端进去。它们不是5个完全不同的工具，而是5种不同入口。第一个是 App， 适合做桌面任务中心，发任务、看进度、看改动、管理线程。前提是装好 Codex App。项目任务需要选择项目，研究和规划类聊天可以不绑定项目。第二个是 CLI， 适合在终端里操作，前提是装好 Codex CLI 并进入项目目录。顺便说一下，我现在用 Codex CLI 加 Cloudian 管理 Obsidian，
就是一个典型的本地工作流例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那期视频。第三个是 IDE 插件，适合边看代码边提需求，前提是在 VS Code 代码编辑器里装好 Codex 插件，并打开当前项目。第四个是 Cloud，适合异步跑任务、生成合并请求，前提是连接 GitHub 仓库。第五个是手机端，适合远程补充指令、查看进度和做审批，前提是先连接一台 Codex host，比如在线 Mac 或者远程主机。关于手机端控制 Codex，也可以看我之前的那期视频。所以入口不是随便换个按钮，每个入口背后都有对应的项目、环境和权限前提。回到这个例子，我现在要从不同入口来看这个项目。在 APP 里，我打开这个项目之后，就会在侧边栏看到可以对话来管理，看线程、看进度、看改动。在 CLI 里，我是从终端进入这个项目目录，例如我先通过 Codex APP 获取了当前项目的路径，然后在终端里进入了这个项目目录，最后让 Codex CLI 给我分析这个项目。在 IDE 插件里，我是在编辑器里打开同一个项目，边看文件边跟 Codex 交流。例如，我唤起右侧边栏对话框，也让 IDE 中的 Codex 来分析这个项目。在 Cloud 里，它对应的是 GitHub 上的这个仓库。例如，我完成基础配置链接之后，访问这个 Codex 云端入口，也让云端的 Codex 来分析这个项目。在手机端，我从手机端发起任务，让电脑端 Codex 执行分析这个项目。所以入口只是我从哪里进去管理这个项目，至于 Codex 最后在哪里真正工作，那是下一层执行环境。第二层执行环境，也就是 Codex 最后在哪里真正干活，有4种：本地、独立工作区，也叫工作树；云端环境、远程主机。本地就是直接在我电脑的项目目录里改文件、跑命令，前提是我已经选择了一个本地项目。独立工作区是在同一个项目里开一个单独的 Git 工作区，适合做试验和并行任务，前提是这个项目本身是 Git 仓库。云端环境是在云端容器里执行任务，前提是项目已经连接到 GitHub 仓库，这样 Codex 才能 GitHub 获取代码，在云端完成修改，并最终生成改动对比或合并请求。远程主机则是在一台已经连接的 Mac 开发机或服务器上执行，前提是这台主机在线，并且已经完成 Codex 连接。具体连接方式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所以，执行环境这一层，重点不是入口长什么样，而是项目文件到底在哪里被读取、修改和运行。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不同的入口都可以进入 Codex。这里为了不乱，我们先固定一个统一的入口 Codex App。我选择本地模式，让 Codex 直接在我的电脑上的 AI Daily News 项目里工作。也可以选择工作树，让它在一个单独的 Git 工作区里试验，不影响主项目。当项目已经连接到 GitHub 时，也可以选择云端环境，让它在云端服务器里执行，最后给我改动对比或者合并请求。例如，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刚刚在云端发起的对话任务，也可以新建对话，选择云端环境 AI Daily News。由于我已经配置了远程连接，所以在 MacBook Pro 的 Codex App 里也可以管理 Mac Mini 上的这个项目。这个时候 MacBook Pro 只是入口，真正执行任务的是 Mac Mini，也就是这个远程主机。例如，我在当前的 MacBook Pro 的 Codex App 中发起任务，Mac Mini 作为执行环境分析这个项目。所以在这里，入口是 App，但真正干活的位置是不同的执行环境。第三层是上下文，简单来说就是 Codex 凭什么做对。上下文不只是我发的一句话，它可能包括项目文件、当前目录、我的提示词、Agent 文件、终端输出、浏览器页面、截图、Git 改动、README、MCP 工具、Skills、记忆、插件、外部资料，甚至 Git 里的问题和合并请求。所以智能体能不能做对，很多时候不是只看模型有多聪明，
而是看它有没有拿到足够清楚的上下文。回到这个例子，Codex 进入任务时，本身会带着一些通用上下文，比如已有的记忆、工具配置和基础规则。但落到这个项目时，我还要给它4类信息：第一，项目需求，告诉他要做什么，页面包含什么，怎么验收；第二，今日 AI 资讯素材，提供今天的摘要、新闻卡片、标签和趋势内容；第三，Agent 文件，告诉他这个项目里的规则和边界，比如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要做。第四，就是我接下来发起任务时写的提示词，这样他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模糊的需求，而是目标、素材、规则和本次任务都放在一起了。第四层是权限边界，Agent 越能工作，越需要边界。为了理解 Codex 的权限边界，我们可以先抓4个角度。第一，沙箱，也就是它能在哪些范围里活动。第二，审批，也就是遇到敏感操作时，要不要先问我。第三，网络访问，也就是它能不能访问互联网。第四，受保护路径，也就是电脑里的哪些文件和目录不能随便动。所以权限边界不是为了限制效率，而是让 agent 在安全范围内干活。回到这个例子，我们在 Codex App 里也能看到具体的权限策略，比如请求批准，就是编辑外部文件，使用互联网时都要先问我；替我审批，就是一般操作自动放行，只是检测到风险操作时再问我。完全访问权限，也就是放开互联网和电脑文件访问，这个能力最大，但风险也最大。自定义就是配置文件自己定义规则，适合更高级、更固定的工作流。第5层是交付结果，简单来说就是任务最后留下什么东西，能不能被检查。Agent 不能只回一句我做好了，更好的交付结果是至少要包括几类东西，实际产物，包括页面、功能或文件。文件改动，比如新增了什么，修改了什么；验收证据，比如它能不能打开，能不能运行，有没有测试；说明文档，比如后面怎么用，怎么维护。如果是代码项目，还可以有提交记录或者合并请求。所以交付结果的重点是，它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组可以验收的东西。回到我的这个项目，这里还没有真正执行任务，所以我先说预期结果。我希望 Codex 至少生成一个 index 文件，再补充一个说明文档，页面要能打开，新闻卡片要能展示，重要程度筛选能用，阅读完成按钮能点击，移动端也要基本可读。最后，文件改了哪些也要看得清楚。接下来，我让 Codex 真正跑一次任务。我输入这段提示词，根据资料生成 index 文件和说明文档，并说明改动情况。因为需求、素材和规则前面已经放在项目文件里了，所以 Codex 要做的就是读取这些上下文，在当前权限边界里完成任务。最后，我们再看它生成了什么，改了哪些文件，以及怎么验收。最后，我不是听 Codex 说完成了，而是用刚才的标准验收它。打开 index 文件，看今日摘要和 AI 资讯卡片有没有展示，点一下重要程度筛选，看交互是否可用，点阅读完成按钮，看状态能不能切换，再看移动端宽度是否基本可读，最后检查文件变更和 README 文件，确认后续怎么打开，怎么继续协作。到这里，5层工作流就完整走了一遍：入口进来，环境执行，上下文帮你理解任务，权限保证安全，结果可以检查。最后看完这些内容，我们对 Codex 的理解就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 App、一个命令行工具、一个 IDE 插件或者一些 skills。更准确的说，Codex 是一套 AI 智能体工作流，有入口，有执行环境，有上下文，有权限边界，最后还要交付可以检查的结果。所以理解 Codex 重点不是记住一堆功能名，而是要看懂这条链路，任务从哪里进来，在哪里执行，靠什么做对，边界怎么控制，最后怎么验收。另外，这期不只是为了讲 Codex，真正要带走的是一套分析 Agent 工具的方法。以后不管我们看 Cloud Code、OpenCloud、Hermes Agent 还是其他的 Agent 工具，都可以先问5个问题：
入口在哪里，执行环境在哪里，上下文是什么，权限边界是什么，最后交付什么结果。这5个问题也可以用来整理我们自己的工作流，比如内容生产、知识管理、项目开发、自动化发布，都可以按这条链路来想清楚。这个框架搞清楚了，后面再看任何 agent 的工具都会清楚很多。如果你也在使用 Codex 或者把 agent 接入自己的工作流时踩过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有所帮助，也欢迎点赞、订阅、转发。我是明丽飞，我们下期再见。